第171章升职加薪。离开阿兹克的家后，克莱恩乘坐公共马车返回了水仙花街。咔嚓，他掏出钥匙打开房门，突然看见餐厅内坐着一道身影。克莱恩下意识就握紧了掌中的手杖，但旋即醒悟过来，那不是窃贼，而是女仆贝拉。贝拉正专注地阅读着摊开在桌上的报纸，听到开门的声音，也是吓了一跳，唰地站起，结结巴巴地解释道：我刚忙完了上午的事情，正等着水烧开吃面包，我果然还没适应家里忽然多了个女仆。克莱恩自嘲一笑，摘下帽子，微微点头道：阅读是一个好习惯，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阅读是受到女神鼓励的。他怕对方以为自己是在嘲讽，于是用上了黑夜女神的名义，但实际上只有知识与智慧之神才将阅读放到崇高的位置。当然，不管哪个教会都提倡学习。17、18岁的年纪信仰黑夜女神，说明是受到父母的影响，而这样的父母只要不是完全没有办法，肯定会让女儿接受教育。公立初等学校读不起，教会的免费学校还是没有问题的，顶多耽搁点时间。所以贝拉不是文盲，认识单词，能够阅读报纸。克莱恩若有所思地放好手杖，走进客厅。对于贝拉，他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。虽然这位小姑娘在厨房内显得不够适应，笨手笨脚，但她表现出了愿意学习、努力学习的态度。贝拉垂下双手，略显不好意思地说道：我以前都没怎么看过报纸，房东先生不允许我们去购买旧报纸来糊墙。我刚才拿起它擦拭茶几的时候，不小心瞄了一眼，觉得非常有趣。可怜的姑娘，我穿越过来那会，报纸都在有趣排行榜上垫底。克莱恩腹诽一句，笑了笑，顺着银质表链拿出怀表，啪的按开看了一眼，随口说道：只要你完成了自己的工作，并且完成的不错，其他时间你可以自由安排，不需要紧张。当然，如果我和班森、梅丽莎在聊天，你最好还是待在你的房间内。我允许你使用里面的煤气灯，并带几份旧报纸进去。你下午1点来敲我卧室的门，之后给我准备一杯稀薄红茶，2个松软的白面包，一片燕麦吐司，1小碟奶油，为了庆贺自己晋升序列8。克莱恩决定小小的奢侈一把，将班森打算周末才享用的白面包提前吃掉。我会再买8磅回来的，以后的主食就从燕麦面包改为白面包。序列8的非凡者，周薪肯定会涨。队长之前竟然没提这事，他又忘了。克莱恩怔了一下，决定明天去问清楚。好的，贝拉惊喜交加的回应道。接着他有些不太确定的反问道：克莱恩先生，是招待客人的稀薄红茶吗？因为一家都是莫雷蒂，所以他用名来尊称。是的，以后那就是平时喝的茶了。克莱恩将手一挥，迈步走向楼梯口。成为小丑后，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财政状况变得非常好。这一是由于暂时没有额外的大笔的开销了，也就排查红烟囱房屋的每天固定2苏勒出租马车费用，以及偶尔的材料补充，而后者很多时候都是能报销的。二则是因为克莱恩的不记名账户里正静静趴着300金镑。要知道，乡下的田地和牧场，1公亩只需要5到 6.5 苏勒，也就是说，他能买下920到1200公亩的乡村田地或者牧场，略等于地球上的137到179亩，或者23到30英亩。另外，这笔钱也能让他以地契年期的方式买下水仙花街一栋住宅15年。如果全部换成土地，地租收入大概是每年23到31磅，还不错，但目前没这个必要，这300磅得留着应急。这2天得找机会将我的真实周薪告诉班森和梅丽莎了。克莱恩边想边进入自己的卧室，反锁住房门。克莱恩坐到床上，又一次开始冥想，以这种方式缓慢掌控着魔药外溢的少许力量，非常的小心，非常的谨慎。对他来说，失控原本只是一个存在于口头上的名词，直到遭遇那位带法者。然而他并不认识那位带法者，也不知道对方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会下意识认为那是特例，是很少重复的情况。这就像从新闻消息里看到一起发生于其他城市的凶杀案后，正常人顶多唏嘘几句，转身就会忘记。但老尼尔的事情给克莱恩带来了极大的震动，让他清楚明白地认识到，失控就在身边，就在周围，失控随时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。真是血淋淋的教训啊！
克莱恩结束冥想，睁开眼睛，无声自语了一句。这段时日里，他经常会梦见那天的场景，经常会半夜豁然惊醒，冷汗淋漓。他既悲痛于老尼尔的死亡，也担忧着自身的未来。要不是有冥想可以辅助入眠，他相信自己最近肯定会常常睡不着。除了消化魔药，还要尽量控制住本身的情绪与欲望，让他们处在合理的范围内，不被他们所腐蚀。克莱恩吐出浊气，躺了下去，很快进入深眠状态。老尼尔死亡的那天，邓恩的表现和话语给予了他极大的触动，让他第一次认真审视起职业者的责任，想要尽快挑起属于自己的担子，以帮助到队长和队友。因此，他不打算浪费下午的时间，格斗练习课程将照旧参加。下午3点，简陋的练习场里，金色短发斑驳的高文皱眉看着克莱恩的动作一点点从生涩变得熟稔，从熟稔变得像是接受了大半年训练的见习骑士。而这一切发生在短短40分钟内。他喊停练习，上下打量起对方，忍不住开口问道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克莱恩早就想好了一套说辞，准备将本身的表现推到科学研究上，但高文话音刚落，立刻就沉吟着补充道：如果不方便回答，就不需要回答。看来警察部门的相应人员早就和高文老师沟通过了。也是，他偶尔会训练到非凡者，怎么可能不预先提醒？克莱恩松了口气，上翘嘴角道：老师，您认为现在的我还需要多久才能参与实战？高文环抱起双手，认真看了他一眼，嗓音略显沉哑的回答道：2、3天，但这还不足够。他仿佛在思考般解释道：能参与实战并不等于精通格斗，后者大概还需要2、3周。另外，你必须掌握便于携带的冷兵器，比如手杖、鞭子、匕首和3棱刺。还有这么多项目。克莱恩一下呆住，高文目光沧桑的扫过他道：你要记住，你在这里留下的每一滴汗水，将来都可能挽救你的生命。是，老师。克莱恩打起精神回应。周六早晨，克莱恩进入黑金级安保公司，再次敲响了队长办公室的门。邓恩、史密斯仿佛早有准备，只抬头望了一眼，就自顾自说道：昨天忘记通知你了，晋升序列8之后，你在警察部门的职位也自然从见习督察变成了督察。我会让他们尽快来更换你的证件和制服肩章，你的周薪将从6磅提升到10磅。教会和警察厅各自承担1半，这达到了资深职业者的水平。当然，我是指序列9的那种。队长，你是不是打草稿了？克莱恩听得一愣一愣，旋即眉眼舒展，嘴角微翘的回应：这比我预想的要多，他还以为周薪只涨到8磅的。邓恩端起咖啡，抿了一口道：职业者薪税的增长依据1是服务的年限，2是做出的贡献，3是本身的职阶。而第3点往往也和贡献密切相关，也是没有功勋，就算消化掉魔药，达到了晋升的标准，也没办法申请配方和材料。克莱恩若有所思的点头，周薪10磅，算上奖金，差不多年薪540磅，在不需要缴税的情况下，这样的收入在中产阶级里也算是非常不错了，仅次于大律师、有名建筑师、资深外科医生和政府高级雇员等近乎社会名流的职业。卢恩王国财政部金融司的副司长年薪也才700磅，而且还是税前，税后顶多640磅，不到1点。根据报纸上的介绍，贝克兰德西区和希尔斯顿区一栋不错的房屋要价为2500磅左右。我和班森、梅丽莎要是能保持现在的开销，7、8年就能买下，纯靠自身，只用7、8年就能在帝都和魔都偏市中心的位置买到独栋房屋，这薪水真是让人心情愉悦啊。克莱恩起身告辞，步伐轻快地进入地底，轮值查尼斯门。10点不到，他突然听见有人正靠近值守室。很快，邓恩出现在了门口，回眸幽邃地说道：有一起案件需要你的帮助，涉及非凡的案件。克莱恩下意识反问了一句：不是，市议员梅纳德先生今早被发现死于家中，廷根市警察局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希望我们用通灵的方式帮助他们尽快锁定凶手。目前小队里只有你能通灵。邓恩解释了一句，接着补充道：圣堂会在下周内调派一位窥秘人加入我们。其实之前就该这么做的，只是你刚好加入又选了占卜家第172章。师姐，那位议员先生死亡多久了？克莱恩一边收拾起身，一边直指核心的问道。如果超过了15分钟，
那能收获的信息将断崖式变少，超过1个小时，则只能得到较为粗浅的东西。若是1个月以上，通灵本身都有极大概率失败。很遗憾，初步的检查报告显示，梅纳德议员死亡在昨晚9点到11点之间。邓恩摇了下头道：“你只需要提供帮助，不用考虑是否有收获。”好的，克莱恩取下外套，拿上帽子和手杖，往值守室外行去。邓恩、史密斯则代替他轮值查尼斯门。其实，从理论上来说，作为非凡者，只要本身灵性得到了提高，那灵视、占卜和仪式魔法等东西都是可以学习的，尤其不眠者序列还以灵感高著称。但实际上，不同序列各个职业在类似方面的区别依旧非常明显。比如邓恩、史密斯和伦纳德、米切尔目前都掌握着灵视，但他们看到的气场颜色只有浅白或者淡蓝，无法准确的分辨人体不同部位的状态。当然，处于灵视状态下的他们肯定能直接看见鬼魂灵体类的事物，不过这没有本身的灵感来的简单有效。这也造成了不眠者、午夜诗人和梦魇不喜欢开启灵视的问题。同样的，如果他们愿意，也能学会灵摆、卜障、梦境占卜等方法，只是成功率不值得期待。仪式魔法领域也是一样的情况。两人擦身而过时，邓恩突然开口道：“我刚才忘记说了，这件事情也由托勒督察负责，他就在安保公司接待大厅里等你。记得换上你的新制服，拿上新证件。”克莱恩一点也不意外的笑问道：“新制服、新证件，廷根市警察局的效率很高嘛？他昨天才晋升序列8，因为这起案子很重要，所以……”邓恩摊了下手，坐到了克莱恩之前的位置。克莱恩一路回到楼上，没急着去接待大厅，而是进入职业者休息房，到附属的盥洗室解决了个人问题，值守室内只提供马桶、水瓶和盆子。然后他换上了升级到2颗银星的特制警察服装和簇拥王冠的软帽，转移完扬言符咒、阿兹克铜哨仪式用材料等事务。克莱恩理了下衣服，拿着手杖走出了休息室。刚通过隔断，他就看见了坐在沙发区域的托勒督察。一段时间不见，这位高大的警官愈发的圆润，肚子愈发的出众，配上浓密的胡须和头发，就像刚从马戏团逃出来的棕熊一样。很高兴又能和你合作。托勒见识认识的职业者顿时松了口气，前倾站起，伸出熊掌，不，手掌。克莱恩默默纠正了自己，与对方礼节性的握了下手。我也是。这时托勒瞄了眼克莱恩2颗银星闪耀的肩章，略有些羡慕的说道：“我们评级了，这还不到1个月。”克莱恩本想严肃的说一句：“我们承受的危险可能10倍于你们”，但话到嘴边，却想到了自己现在的身份，序列8的小丑。也许可以尝试一下。他借助心灵对面部表情的映照，嘴角上翘，笑容明显的回答道：“或许再有2-3个月，你就要称呼我长官了。你真是幽默。”托勒笑了一声，指着门外道：“我们出发吧。”好的，克莱恩没放弃自己的手杖，对他来说，成为小丑后，这件武器才算名副其实。出了黑金级安保公司的大门，克莱恩与托勒并肩下楼，一瘦一胖，对比非常鲜明。我觉得我们甚至能去马戏团逗笑那些观众。克莱恩忽然笑道。托勒非常认同地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觉得我们的对比很有喜剧效果。你知道吗？某些马戏团正在尝试用胖瘦、高矮不同的小丑组合表演。不，其实我的意思是指驯兽师和棕熊。”克莱恩当然不会说出那么没有礼貌的话语，他附和着道：“可惜的是，我们廷根市没有固定的马戏团。”是啊，但我们还有歌剧院，还有大剧场，还有音乐厅。托勒督察略显惋惜的回应。两人寒暄着上了警察局的马车，而直到这个时候，克莱恩才将话题转向案子。梅纳德议员确定是被谋杀的吗？不确定，但他的妻子、他的2个儿子都不愿意相信突发疾病的可能。现场确实有些问题。梅纳德被发现时没有穿一点衣服，就那样躺在客房的床上。托勒斟酌着说道：“他和他的妻子是分房睡。”克莱恩往后靠住马车厢壁，模仿着上辈子看过的各种侦探片主角。托勒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他的妻子最近几天并不在廷根，他到贝克兰德参加一场重要的社交舞会去了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他是一位新党首领，下院议员的女儿。他还在回廷根的蒸汽列车上，只是用电报的方式提前表达了自己的态度。梅纳德也是新党的党员，已经担任廷根市的议员超过10年。他打算在明年的竞选里瞄准市长的位置，也就是说，
他的死亡可能与此有关。克莱恩随口问道，旋即失笑，我只是帮忙尸检，其他的事情并不在我该关心的范围内，你可以不用回答。托勒不太在意的叹息道，尸检，你很谨慎，至于你的猜测，我只能说也许。昨晚梅纳德议员在家里举行了一次聚会，有太多的客人来往，我们暂时没办法确定主要嫌疑人，而且这些客人都有着体面的身份，我们必须足够谨慎，不能犯错。明白。克莱恩轻轻颔首，又颇感兴趣地问起一些现场细节。梅纳德的家位于金梧桐区，属于独栋房屋，前后左右都环绕着花园和草坪，有马厩，有喷水池，有水泥砌出的宽阔道路。克莱恩戴好有警察纹章的软帽，跟在托勒督察身旁，穿过形同虚设的封锁线，于一位位警员的注视下进入了2层小楼的正门。客厅区域，2男2女4位见习督察正分别找人谈话，搜集口供。克莱恩一眼望去，发现了不少穿着燕尾服的先生，以及几位宫廷长裙华美、细格黑纱遮脸的女士，他们都是昨晚在这里过夜的客人。托勒解释了一句，领着克莱恩走向阶梯，直奔2楼。一路之上，或许是督察监章的效果，搜查房屋的警员们看到2人都露出尊敬的神色，未有丝毫阻拦。这就是发现梅纳德议员尸体的客房。身体高大魁梧的托勒停在了一扇深红木门前。克莱恩若有所思地问道，这间客房昨晚属于谁？不属于谁，这栋房屋有太多的客卧，他并没有派上用场。托勒戴好白手套，伸手拧开了深红色的木门，他让里面负责看守的警员暂时离开，对克莱恩点了下头道，莫雷蒂督察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，愿女神庇佑你我，希望会有收获。克莱恩也戴上白手套，反锁住了房门。他踱步来到床边，看着暗红床单异常凌乱，而上面躺着具盖有白布的尸体。克莱恩现在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他并不畏惧地拉开白布，望向了梅纳德议员。这位先生40来岁，金色的头发理得很短，脸上残留着一种痛苦与愉悦混杂纠缠的表情。克莱恩退后2步，拿出相应的材料，快速做好了通灵仪式的前置准备。一番皱纹之后，他于宁静悠远的香味和环绕自身的阴冷之风里，默念出了早就想好的占卜语句。梅纳德议员死亡的原因，梅纳德议员死亡的原因。一边默念，克莱恩一边退至高背以前，缓缓坐了下去。他眼眸转黑，往后一靠，飞快进入了沉眠。虚幻、迷离而朦胧的世界里，他突然看见了刚才那位先生。梅纳德睁着蔚蓝的眼眸，正趴在一位身材出众、皮肤白皙的女士身上竭力冲刺。他先是露出极端满足、极端愉悦的神色，接着猛地收回右手，按住胸口，表情随之扭曲到狰狞。啪！随着梅纳德倒下，画面迅速破碎。克莱恩睁开双眼，从梦中醒了过来。没想到我还能以这种方式看一次小物片，所以梅纳德议员是死于偷情的床上，死于太过操劳。克莱恩低笑一声，揉了下额角。他拿出钢笔和纸张，再次使用仪式，将梦中看见的那位女士描绘了出来，当然脖子以下从略。这是一位很难说清楚具体年龄的女性，她有着30多岁的成熟风情，也有着青春残留的纯真味道。她的眼眸水润而光泽，给人楚楚可怜的感觉。忘了演自己的作品，克莱恩收拾好仪式材料，解除了灵性之墙。他侧过身体，探手抓向了靠在旁边的香银黑杖。突然他听见了徘徊于喉咙里的呵呵声，让人皮肤表面瞬间冒出一粒粒疙瘩的呵呵声。克莱恩猛地望向床上，只见梅纳德议员的双手紧紧抓住了暗红的床单，抓的掌背青黑暴突。唰的一声，这位死于昨晚9点到11点之间的议员坐了起来，口角流着唾液，双眼空洞睁开。第173章活尸化。克莱恩还没来得及转过新的想法，就看见浑身僵硬的梅纳德议员双手一撑，夹着沉重的风声，直挺挺扑向了自己的左边。换作以前，遭遇这种突发状况，他多半反应迟缓，难以躲避，就算提前有所察觉，也得连滚带翻才能及时逃出对方的扑击范围。但现在克莱恩几乎本能就做出了应对斩量的舞扭，扣皮靴一蹬，整个人斜着跃开，跳到了高背以上。由于晋升才1天，他对本身的力量、敏捷和速度还不算特别适应，慌忙之间，这一跳竟跳得太高太过，落脚的位置居然是高背椅椅背的顶端。那只有窄窄的一条，克莱恩心中一紧，
快速控制身体，调整了重心。他摇晃了几下，竟那样稳稳站住了，如同一只炫耀着平衡能力的黑猫。而摇晃的同时，他左臂一挥，顺着活尸梅纳德的前扑之势，一手杖抽到了他的侧肋，抽得他失去平衡，踉跄着扑倒在地毯上。克莱恩立在高背椅顶端，右手急速上抬，探向腋下，试图从枪袋里拔出左轮，给面前活尸一发银色裂魔子弹。但就在这个瞬间，他忽然想到了该怎么处理首尾的问题。要是一枪在梅纳德议员的尸体上开了个洞，那时候该怎么向对方的家人、向关心这件事情新党议员们解释死因？我只是对着他的尸体补了一枪。念头闪烁间，克莱恩右手伸入警察制服的同侧口袋，摸到了一块三角形的薄片，安魂符咒。他迅速做出判断，没有犹豫的拿出了那枚银质的符咒，并低喊出古赫密斯语里一个单词：绯红。随着开启咒文的回荡，符咒散发出了安宁静谧的感觉。克莱恩忙将灵性灌注入内，并把它扔向了挣扎着爬起的活尸梅纳德。冰蓝的火焰腾地浮现，包裹燃烧起那块三角形薄片，宁静而柔和的黑色迅速弥漫，消除着魂灵的紧张与不安。活尸梅纳德停在了那里，空洞的双眼呆呆注视着地面，口角的粘液一滴又一滴的落到了毯上。克莱恩松了口气，就要拿出材料，布置仪式，用净化的方式解决面前的不洁生物。可突然之间，梅纳德喉咙里再次发出呵呵响声，空洞的双眼又望向了克莱恩警察制服的左侧口袋。我擦！克莱恩纵身一跃，从高背椅顶端跳到了凸肚窗的窗台上。与此同时，他听见了高背椅摔倒并折断的响声。头皮微麻的克莱恩不得不又一次摸出块长方形的银质薄片。这是沉眠符咒，并非只有活人才需要睡眠，死者本身就处于长眠之中，必须出现异常才会苏醒，徘徊于地上。在某些神秘学书籍里，甚至这样描述某些活尸：他们在白天沉眠，于夜晚苏醒。绯红。克莱恩再次低喊出古赫密斯语咒文，打算这次再失败就不考虑后果，拔出左轮，一通乱射。只有活着才能去烦恼后续的问题。感受到掌中银质薄片变得冰冷，克莱恩灌注入灵性，将它扔了出去。暗红色的火焰一下照亮了他的双眸，轻微的爆炸声噼里啪啦回荡于科房内，静谧安柔的力量散溢而出，带着让生物无法抗拒的疲惫。活尸梅纳德刚从摔坏的高背椅上爬起，立刻就摇晃了几下，闭住空洞的双眼，扑通躺倒。有着刚才的经验，克莱恩没敢放松，当即拿出夜香草、生棉花、洋甘菊混合蒸馏萃取的安曼达纯露和龙纹树皮、月亮花制作的满月精油等材料，迅速布置了一个祭台。紧接着，他借助圣叶粉，用灵性之墙封锁了附近区域，将祭台和沉眠的活尸梅纳德包含于内。默念咒文，点好相应的3根蜡烛，并往烛火内分别滴上纯露精油，撒上草药粉末后，克莱恩后退一步，边警惕地看着活尸梅纳德，边用赫密斯语诵念道：比星空更崇高，比永恒更久远的黑夜女神，我祈求您的眷顾，祈求您眷顾一位您忠实的守护者，我祈求绯红的力量，我祈求安眠和寂静的力量，祈求您净化我附近的这个不洁生物，那曾经叫做约翰·梅纳德的先生。月亮花啊，属于红月的草药，请将力量传递给我的皱纹。生棉花啊，属于红月的草药，请将力量传递给我的皱纹。无声无息间，仿佛从半夜吹来的凉风回荡在了灵性之墙内，活尸梅纳德身上则有一缕缕的淡薄黑雾蒸腾往外。等到一切平息，克莱恩用灵视用占卜方法反复确认了对方不会再醒来。看到结果，他彻底放下提着的那颗心，结束仪式并解除掉灵性之墙。他怎么会突然诈尸？克莱恩站在躺于地毯上的梅纳德前方，微皱眉头的往下俯视。对一位灵感不低的非凡者来说，死者会不会诈尸是有明显征兆的，更别提克莱恩还是占卜家，对类似的事情总会有些预感。但刚才的变化完全出乎他意料，除非有更加神秘的因素影响，就像燕尾服小丑那次一样。克莱恩仔细回忆起刚才的场景，隐约察觉到了问题所在。活尸梅纳德一直在试图攻击他警察制服的左侧口袋。克莱恩将镶银黑杖交到右掌，让左手伸入口袋，拿出了安放于里面的一个古旧铜哨。这是一枚布满神秘花纹的铜哨，
这是阿兹克借给他用来召唤信使的铜哨。这枚铜哨导致了梅纳德活尸化，有可能阿兹克先生不是死神后裔，就是与死神有一定的关联。他始终携带的神奇物品有类似作用，符合逻辑。克莱恩若有所思点头，掏出一枚铜便士，就刚才的判断做了个快速占卜。因为就在现场，因为正拿着相应物品，因为资料充分，他很快就得到了结论。看见铜便士翻滚往下，落至自己掌心，头向朝上，这表示肯定。阿兹克先生竟然没提醒我注意类似的问题。他是失忆症患者，不记得很正常，而且铜哨在他身上未必会有负面影响，很大可能被压制住了。以后去墓园、古堡等尸体众多或者容易闹鬼的地方，不能携带这个铜哨，否则就是自己给自己加难度，疯狂找死。克莱恩默默记下这新总结出来的注意事项，不算费力的将没穿衣服的梅纳德议员弄回了床上。看着对方侧肋被抽打出的鲜明痕迹，克莱恩叹了口气，盖上白布，假装没有发现。这个问题就留给警察部门烦恼吧。刚才的2枚符咒属于任务消耗，可以报销的。他边想边收好物品，拿着画像走到门口，解除了反锁。吱呀一声，房门打开，克莱恩看见托勒督察就守在外面，不让任何人靠近。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托勒疑惑又担忧地问道。他隐约听见里面有不小的动静。克莱恩笑了笑，故意浮夸地回答道。梅纳德议员活了过来，并试图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，不要开玩笑。托勒无奈地望了眼房内，为什么要这样严肃？克莱恩摊了下手道，因为暂时还不确定的问题，梅纳德议员变成了活尸。就是各种鬼故事里的那种。幸运的是，我还没有离开，及时用仪式魔法清除了不洁，让他重归于安宁的沉眠，这和他的死因有关系吗？托勒表情严肃地问道。我无法给你答案，我甚至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。你应该清楚，在我们这个领域，无法解释的事情相当常见。克莱恩敷衍了一句，转而摇晃着手中的画像道。通灵的时候，我看见了梅纳德议员死亡前的场景，他正在和这位女士共享夫妻间才应该有的欢愉，并于最快乐的时候捂住了自己的心脏部位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是那个死因？托勒一副你懂的样子。理论上是这样，有待于后续的解剖。克莱恩将画像递给了托勒督察，托勒只瞄了一眼就惊呼出声道：雪伦夫人。克莱恩一脸茫然地看着对方，他很有名吗？从长相和身材来说，应该比较有名。他在心里吐槽了一句。托勒左右看了一眼，略显兴奋地介绍道：雪伦夫人是廷根市最有名最漂亮的寡妇，也是社交场合最受人追捧的女士。她是霍伊男爵的第2任妻子，但不幸成为了遗孀。她在贵族阶层，在新晋的有钱商人中广受欢迎，是能同时得到保守党和新党宴会邀请的名媛。据说她和她的继子，现任的霍伊男爵，和贝克兰德的某些贵族和几位政府高级雇员都有着暧昧的关系，是位很有能量的夫人。想不到她和梅纳德议员也是这种关系。简单来说，一名出色的交际花。克莱恩暗自总结了一句，侧身指着屋内道：接下来的环节不在我的任务内，具体该怎么审问雪伦夫人是你们的问题。进化之前，我抽了梅纳德议员一棍子，你们做一下处理，想好解释第174章。雪伦夫人？什么？棕熊般的托勒吓了一跳，看了看克莱恩，又望了望客房内，以一种本身不该有的敏捷姿态冲了进去。他拉开盖着尸体的白布，仔细审视了几遍，松了口气道：比我想象的好，这不是太大的问题，也许我该拔出左轮，送梅纳德议员5发裂魔子弹，看问题究竟严重不严重。克莱恩腹诽一句，指着门外道：之后没有我的事情了吧？不，托勒猛地喊了一声，你再等一下。克莱恩不解地反问道：为什么？托勒非常正经非常严肃地解释道：我们必须预防意外，等问过雪伦夫人，做好口供，我再送你回佐特兰街。死亡超过10个小时的梅纳德都可以活过来。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？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托勒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。好吧。克莱恩揉了下额角道：你找个安静的房间让我休息。才晋升1天的他各方面状态还不稳定，刚才又举行了好几次仪式，使用了2枚符咒，并受到不小的惊吓，所以必须尽快冥想，排除问题。现在的克莱恩对于失控是异常警惕。托勒将白布拉上，明显放松了不少道：没有问题。他领着克莱恩进入靠近日晒屋的客房。
指着里面道：“莫雷蒂督察，你可以放心，不会有人来打扰你。我先去找雪伦夫人。”克莱恩微微点头，目送对方离去，然后关上房门，合拢窗帘。昏暗宁静的卧室内，他缓步走到摇椅旁，舒服的躺了下去，任由身体有节律的前后摆动。数不清的光球幻象层叠聚集于脑海，克莱恩耳畔的嗡嗡声和头部的抽痛感一点又一点的消失不见。等到状态稳定，他睁开双眼，望着于黑暗里勾勒出轮廓的床铺、柜子等家具，身心平和的总结起之前的尝试。几次较为浮夸的玩笑暂时没得到反馈，也许是我还未真正控制住小丑魔药的力量，还有负面影响残存。当然，不排除这种扮演作用不大的可能。我个人是不太乐意扮演小丑的，但既然选择了这条序列途径，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。其实，生活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成为小丑的时候，不用太排斥，得尽快弄清楚小丑的核心要素是什么。各种想法翻滚浮现之中，克莱恩突地掏出了一枚黄铜色泽的便士，面额为1/2。他习惯性的要占卜一下梅纳德的死亡是否存在超凡因素的影响，这或许就是职业病。克莱恩摇头失笑，眼眸转身，反复默念道：“约翰，梅纳德的死亡存在超凡因素的影响。”躺于摇椅上的他弹出了那枚半便士的硬币，看着他黄铜色泽的身躯在昏暗中翻滚闪烁。啪！硬币正正落在了克莱恩的掌心，1/2这个数字朝上。否定，也就是说，约翰梅纳德的死亡不存在超凡因素的影响。这家伙看来真是于极度欢愉下猝死，死者为大，我就不用中文俗语嘲笑他了。克莱恩收起硬币，在黑色深沉晕开的房间内放空着自己的大脑，险些睡了过去。咚咚咚，缓慢有节奏的敲击声里，克莱恩整理了下衣物，戴上有警察纹章的软帽，离开躺椅，缓步来到门边，右掌刚触碰到扶手，他的脑海内突地出现了一幅画面。棕熊一样的托勒督察立在门外，扯了下领口，神情间透着明显的烦乱与无奈。拧动把手，克莱恩不急不慢地打开了房门。托勒督察出现于他的眼中，扯了扯领口道：“非常抱歉让你等待了太久，我们已经找过雪伦夫人，录好了口供，你可以返回佐特兰街了。真的很抱歉，耽搁了你宝贵的时间。”克莱恩没去问对方目前情绪的缘由，转而笑道：“雪伦夫人承认昨晚和梅纳德议员在一起了。”是的，他说在大量酒精的催化下，他和梅纳德议员一时没能控制住自己，而发现对方猝死之后，他非常害怕，稍作处理就逃出了那个房间，躲回了属于自己的客房。我们暂时没有足够的理由指控他犯罪，只能让他离开，限制一定的自由，等待更进一步的解剖结果。托勒督察详细的描述道。克莱恩略微偏头，敏锐笑道：“你是在向谁解释？”托勒愣了一下，旋即露出苦笑道：“是啊，我不需要对你解释什么，我被梅纳德夫人烦透了，才下意识说了这么多。梅纳德议员的夫人回来了。”克莱恩恍然反问：“是的，很遗憾，今天的蒸汽列车出现异常，没有晚点。”托勒用开玩笑的方式做出肯定的回答。克莱恩没再多问，检查了下随身物品是否齐全后，就跟着托勒督察走向楼梯口，一路回到底层。“你们为什么不抓捕他？他是杀人凶手，我要控告他，我要控告你们渎职，我要请最好的大律师控告你们。”一声声略显刺耳的话语传入克莱恩的耳朵，他下意识望去，看见客厅区域内一位丰满白皙的中年妇女在两个年轻人的搀扶下，怒视着对面，不停的斥责。贝克兰德今年流行的宫廷风长裙，经常会翻看《女士审美》这本杂志的克莱恩，先是冒出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想法，接着看见一位被几个绅士保护在身后的女子。这位女士穿着黑色的长裙，皮肤白嫩光洁，褐发如同瀑布，棕色的眼眸则像林中小鹿一样纯真可怜，让人不由自主就想要呵护她。雪伦夫人，克莱恩忽地想起了对方主演的小物片，忙抬起右手抵住嘴巴，干咳了2声。他职业性的让左边牙齿轻扣了2下，用凝视观察起在场众人。梅纳德夫人的身体有些小问题，气场颜色比较稀薄，从她的情绪颜色能直观的感受到她的愤怒和她的憎恨，这和她外在的表现非常一致。雪伦夫人的情绪颜色是代表理性思考和冷静状态的蓝色，这和她外表的慌乱紧张、楚楚可怜完全相反。果然，能成为交际花的人绝对不是什么小白兔。她的身体非常健康。审视完毕，克莱恩正待收回视线，
突地看见雪伦夫人快速抬头，往自己这个方向瞄了一眼，接着又重新低下脑袋，一副胆怯颤抖的模样。如果不是能直观的看到你的情绪颜色，我恐怕都会被你的表现欺瞒过去。你应该考虑往演员方向发展。腹诽两句，克莱恩没再停留，和托勒督察一块走出了梅纳德议员的家，乘坐警察局安排的马车返回佐特兰街。替换出队长后，他继续轮值查尼斯门，并趁机手写了一份报销申请。一夜无事，克莱恩于清晨返回地面，从罗珊手里接过了委托他买来的早餐。我喜欢这个馅饼，他赞美了一句。早餐的费用他已提前给了对方。是吗？那我明天可以尝试了。罗珊欣喜地回应道。克莱恩嘴角抽搐了一下，专注地对付起牛奶和馅饼。等到8点25分，他打了个哈欠，强忍着睡意来到附近的射击俱乐部。他之前几天就约好了疯人院医生达斯特·古德里安在这个时间点见面。砰砰砰，小型射击场里，克莱恩和达斯特各自瞄准靶子，打完了一转轮的子弹。叮叮当当，达斯特抖甩出弹壳，颇感兴趣的侧头审视起克莱恩。你比之前更加自信了，当然，我都晋升序列8，拥有实战能力了。克莱恩心中映照着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，故意表现出自大的姿态。因为我只用1个多月就彻底掌握了魔药的力量，达斯特微不可见的撇了下嘴道。虽然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，但并不需要经常挂在嘴边。嘿，作为观众，你竟然没有看穿我的表演。这么看来，小丑颇为克制观众的能力啊。克莱恩有所领悟的笑了笑，转而问道，胡德，欧根最近的状态怎么样？他真的疯了？达斯特默然1秒道，我用各种办法试探过他，他确实疯了，我在考虑开对症的药物给他，看能否治好他。作为序列期的心理医生，竟然假扮精神病人，即使有一定的治疗行为，但也不太符合魔药名称的核心要素，这属于模糊且错误的使用扮演法。疯了并不算特别奇怪。克莱恩想了下道，在他疯之前，有谁接触过他？你有查到吗？除了疯人院的医生、病人、护士和杂工，没有外人接触过他。达斯特肯定地回答道。克莱恩嗯了一声。更早之前呢？是否有人来探望过他？或者说，他会不会定期离开疯人院一段时间？为了遵守当初的承诺，克莱恩前面几次并没有具体打听胡德·欧根的事情。达斯特陷入沉思，好半天才道，除了心理炼金会的成员，只有不超过5个人来探望过他，其中有一位来了3次，名字叫做埃尔。不等克莱恩追问，他自顾自说道，但我听胡德·欧根提起过埃尔是假名，他的真名是兰尔乌斯。第175章推测，兰尔乌斯，那个骗财又骗色的罪犯，他竟然和心理炼金会的胡德·欧根有一定联系。克莱恩听得怔了一下，旋即想起了兰尔乌斯这个名字代表的意义。这是卷走了超过1万金镑财富的诈骗犯，这是提供线索就有10磅，帮助抓到能获得100磅的移动金库，这是欺骗了无辜女性身体和感情的渣子，而他居然知道胡德·欧根，并且3次去疯人院探望对方，这是否表明他接触到了非凡者圈子，或者说他本身就是非凡者？想到这里，克莱恩忽地记起了一个魔药名称，偷盗者途径的序列8，诈骗师。这类非凡者往往以欺诈他人为乐。很有可能。克莱恩若有所思点头，控制着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，故作不在意的随口问道，那位兰尔乌斯先生最后一次探望胡德·欧根是在什么时候？7月初，具体是哪一天？我得回疯人院翻看相应的登记表才能知道。达斯特·古德里安沉吟了几秒回答，7月初，那时候兰尔乌斯的骗局还没有破产，他还没有逃离停更。克莱恩转而问道，胡德·欧根平时有提到这位先生的事情吗？没有，你应该知道，因为序列期的心理医生不可能因为不小心而泄露某些事情，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心里反复斟酌过的，除非他们怀有另外的目的，否则很难从他们口中打听到秘密。我也是趁着胡德·欧根疯掉的机会，才能拿到读心者的配方。对了，你们有确认那个配方的真实性吗？达斯特将对本身序列的自豪情绪很好的隐藏了起来。克莱恩笑笑道，他是真的，等你需要晋升的时候，放心的按照他去调配魔药吧。如果心理炼金会未能提供材料，我们可以帮忙。你最近的状态怎么样？还不错，除了比较焦虑。胡德
欧根的事情，整个人都得到了放松，不再有人格分裂的迹象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你真是帮了我很大的忙。达斯特由衷感慨道。克莱恩做出谦虚的表情道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让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，既然你说心理医生会反复斟酌将要说出口的每一句话语，不轻易泄露秘密，那胡德·欧根为什么要告诉你埃尔什莱尔乌斯？他是否在暗示什么，或者在提醒你什么事情？达斯特一下呆住，好半天才皱眉说道，这确实非常古怪，我竟然完全没注意。但除此之外，胡德·欧根什么也没有提过。难道他的目的是，如果他出了什么问题，我能向会里的高层转述莱尔乌斯这个名字？现实的情况也是有点问题。我将胡德·欧根疯掉的事情通报上去后，确实有联络员过来，等我详细的讲述完每一个细节，包括莱尔乌斯的名字，高层再没有回应，就像石头丢进了大海。这是否说明他们猜到了些什么？很合理的推测。克莱恩拿出猎魔子弹，一枚一枚塞入转轮，试着瞄了下靶子。从这个推测出发，胡德·欧根也许早就预料到自己会真正发疯，或者直接死亡，而这和兰尔乌斯有一定关系。但是既然他已经预料到了，为什么不提前向高层求助？达斯特目光没有焦距的望着前方，苦苦思索道，可惜的是，他现在疯了，没办法进行有效的沟通。也许某个诱惑让他选择了冒险。克莱恩做出一个猜测，与此同时，他也在遗憾胡德·欧根真的成了精神病人，这让很多线索就此断掉。哎，就算是死人，也比疯子好。死人我能够用通灵的方式让他开口，疯子该怎么办？啊对，戴丽女士曾经尝试用通灵术唤醒我失去的记忆，用的理论还来自于心理炼金会，这说明对活人也能使用通灵仪式，制造灵与灵直接沟通的情景。这种状态下，不知道胡德·欧根是否依旧疯狂。可惜啊，我在这个领域还不够专业，估计没办法做到。我先召唤信使，写信询问戴丽女士，看她能提供什么技巧。如果她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完成，那就告诉队长，让他拍电报给贝克兰德教区，请求援助。我绝对不是为了学到什么技巧和尝试召唤信使的仪式才绕个圈子。克莱恩脑海内闪过了一个的想法，逐渐有了解决问题的思路。达斯特则对他的猜测相当赞同。贪婪总是让人愚昧，即使明确知道前面是深渊，也要试着靠近界限，窥探一下，这就叫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。克莱恩腹诽一句，想了想道，你回疯人院后尽量治疗胡德·欧根，争取能让他清醒一段时间，给予提示。另外，不要掩饰自己的担忧和焦虑，多和心理炼金会的人联系，催促他们解决胡德·欧根的问题。这是最正常最合理的反应。达斯特郑重点头道，我努力去做。克莱恩没再多说，斟酌着又问了一句，胡德·欧根的身体最近有出现异常吗？比如某些部位长出细密的鳞片。半疯、真疯和失控是非凡者真正出现问题时的不同程度描述，轻的就只是三观改变，像是换了个人，但能理智思考，正常行事，属于半疯；较为严重者会失去逻辑，混乱癫狂，难以沟通，被称为真疯。无法挽救的类型则是身体和心灵都变成怪物，彻底失控。而在某些时候，如果不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，疯着疯着也许就失控了。之前为了不暴露潜伏在心理炼金会内部的线人，邓恩吩咐职业者们不立即控制胡德·欧根，转为采取监控调查、预防意外的办法。但如果对方出现了失控的迹象，就必须果断处置。达斯特摇头苦笑道，没有，在这一点上你可以放心，我也很害怕胡德·欧根失控，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毕竟我一周有6天在疯人院内。两人又交谈几句后，相隔10几分钟的离开了靶场。克莱恩忍着强烈的睡意，乘坐公共马车一路回到水仙花街。他打开大门，看见妹妹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既没看书，也未捣鼓零件和机械，就那样怔怔望着前方，一副丢失了灵魂的模样。轻叩牙齿，开启灵视，克莱恩疑惑问道，梅丽莎，出了什么事情吗？从气场颜色看，身体很健康吗？不像之前那样营养不良了。梅丽莎收回目光，抿了下嘴唇，望了眼有声音传出的厨房，茫然开口道，贝拉一直在推荐他家特有的早餐做法，说是非常美味，我答应今早让他尝试一下。什么做法？克莱恩隐约有了不好的预感，将昨晚的剩菜放在一块煮，
然后加水加面包。梅丽莎嗓音低而飘忽的重复道：“这是标准的黑暗料理啊。”克莱恩伸手捏了下额头，所以不能浪费食物。梅丽莎咬着嘴唇，认真点头。妹，我感觉你在怀疑人生。克莱恩清了清喉咙，压制住笑意，转而问道：“班森呢？”他在盥洗室。梅丽莎终于摆脱了迷茫，眼眸重现光彩。就在这时，1楼盥洗室内响起抽水的声音，班森拿着报纸开门出来道：“亲爱的克莱恩，要来一份早餐吗？”“不，我已经吃过了。”克莱恩坚决摇头，并分外庆幸约了达斯特今早见面，否则他就不会提前让罗珊带早餐了。真是遗憾啊，否则你会对我的厨艺改变看法。充满信心，班森自嘲笑道。这时梅丽莎才注意到一件事情，转动眼珠望向克莱恩道：“你今天回来的很迟，妹妹，天真一点，活泼一点，不要总是操心。你刚才的状态就很好。”克莱恩顿时笑道：“有一个好消息，你通过了警察厅的考核，能领取额外的薪水了。”梅丽莎几乎没做什么思考就反问出口。班森也笑着点头附和。克莱恩拿着帽子站在客厅边缘，好笑说道：“这让我怎么给你们惊喜？”接着他干咳一声补充道：“是的，我的周薪翻倍了。”他隐瞒了刚增加的每周4磅薪水，打算为将来积攒小金库，毕竟不能只依赖不记名账户里的钱。而且翻倍也足以惊吓到他的哥哥和妹妹了。6磅！梅丽莎脱口而出，又诧异又震动。我真的需要换一份工作了。班森摸了下自己的发际线道。有了克莱恩提供的信息，他这段时间的自学是相当刻苦。不等克莱恩开口，梅丽莎露出欣喜的神色道：“这样一来，除去正常的开支，你2-3年内就能积攒到足够的财富，满足一位绅士结婚的最低标准了。”“标准是伊丽莎白告诉我的。”克莱恩哑然失笑道：“这是很久之后的事情，我们现在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吗？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主食变成白面包。等我忙完这段时间，我们就去不同的餐厅品尝美食。”梅丽莎望了他一眼，似乎什么也没听到的开口：“我和班森要去圣塞琳娜教堂参加弥撒，你要去吗？”“我每天都在赞美女神。”克莱恩哈哈一笑道：“我必须补眠这一觉。”他睡到了12点半，和班森、梅丽莎用过午餐后，继续着排查红烟囱房屋的任务。等到夜深人静，他用灵性封锁住卧室，准备尝试死灵导师戴利提供的召唤信使仪式。